观众，大家好，我是张嘉麟张医师。欢迎大家又收看我们狂医秀的节目。今天呢，延续前面几集讲到身上最重要一个器官的疾病，叫做心脏。同样的，也请到全世界第一把交椅，可以这么讲，技术一流的开心大师，同医院副院长郑伯志郑教授。各位狂医秀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午安。讲到郑教授啊，虽然我跟他超过30年的交情了，但是一讲到他的丰功伟绩啊，我就是真的自叹弗如啊。曾经他做过什么样的大家记忆犹新的一些案例呢？我记得好多年前，一位市长的夫人发生大车祸，那时候闹的新闻是非常大，整个器官、整个手脚几乎体无完肤，可以这么形容。那一位病患呢，就是当时送到南部的某一个医学中心，也就经由一位神医把他从鬼门关给救回来。好，那位神医就是我们这个妙手回春的郑伯志郑教授。这是他第一件非常值得记得一大笔功的一个非常神奇的奇迹案例。那么第二个呢，更为惊艳的，就是我们某一位前总统在竞选前遭受到一个突袭，那个子弹的伤口，他的一些复原修复也是送到南部这个医院，同样是经过正大国手的妙手回春，把他的伤口做一个非常好的复原。这两件的轰动国际的事件都跟我们正大国手有非常多的关系。那么为什么别的医生做不到，他做得到？其实很简单，努力、耐心、同理心，加上技术以及先进的医疗仪器。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把重点放在什么样的医疗仪器可以让我们的生命做个逆转。所以我想请教郑博士、郑教授，你当初是用了什么样的方式把这两个案件做得如此的完美？其实这两件事情都不太容易让人启口因为两位都是公众人物。那我们做医疗人员呢，其实并不会因为我们帮了别人或者帮了我们病患是一位公众人物而特别对他特别付出我们都是一视同仁。所以帮这两位显要完成医疗任务之后呢，我都很视之很低调，很低调一方面很低调，一方面觉得很平常虽然当时大家都觉得我用叶克膜的技术来救人是一件很突破的事情这些比较尖端的技术的引进才能够推广。当然叶克膜的引进不是我个人其实叶克膜的引进是很多的前辈包含了目前台北市市长柯文哲市长，当时不遗余力的推广这些事情这个我们都要感念前辈的付出，才会让这个技术呢比较成熟让我能够利用，然后用在治疗病人的身上。当然用的效果还不错还不错。但是呢，我必须要说，一位医疗这个成果的成功技术的成功，它不是一个人它是一大组团队的努力所以当时奇美团队很辛苦动员了整个医院的力量，还包含当时的詹启贤院长所有的医疗同仁，每个人都是焚高继晷日以继夜为这个国家的领导人物来做贡献。
所以并不是我一个人努力啊，而是整个医院啊，整个医疗团队的付出，才会使2位这个领导人有了比较好的成果啊。这是我在这边补充说明的。是。如何用叶克膜或是达文西的手术，让我们做到以前做不到的医疗技术的突破？好，我们现在请郑院长来。在我手上拿的这个就是达文西的手背啊，达文西手背，它这根是将近有60公分长啊，它是由外在的这个电脑控制，就是说我们坐在一个操控电脑前面，那在操控电脑前面呢，只控制了4只手背啊，这4只手背，这4只手背进入到人体之后呢，4个方向进来，就可以在一个集中聚焦在一个很小的地方。然后举例来讲，在我们心脏病的治疗，深帽瓣、二尖瓣，在二尖瓣呢，它原本它是一个身体里面最深层的结构。一般来讲，越是深层的结构，我们要用从体外进入到这种深层结构，那个伤口都要开得很大。所以你可以发现，传统的伤口必须要开胸啊，伤口要到28公分长。但是在达文西的辅助之下，我们现在伤口最大的只有直径1.15公分啊，差不多它的长度是在1.8公分长左右啊，1.8公分长。这种长度在心脏手术、心脏病的治疗来讲，应该算是差不多到极限啊，极限。当然，如果说要比目前的这种支架瓣膜，就是 TAVR 手术来讲，TAVR 手术是更进一步啊，它也是一种心脏病的微创治疗的一个方式。但是呢 ，TAVR 手术呢，就是主动脉的支架瓣膜，它目前来讲花费还不便宜啊，它必须要严格的审查，它的金额也将近120万。虽然说审查通过，病患自费只要1/10，但是还是一笔不小的支出。那我过去来讲，从2013年开始做这个心脏的微创手术啊，当然是以达文西为主。到目前我一共经历了410个啊，410个做了这样的手术。那我在过去这8年来讲，我不只是做瓣膜，也可以做冠状动脉绕道啊，也做心脏的肿瘤切除。我们也可以进行先天性的心脏病的治疗啊，我们包含治疗心室纵隔缺损啊、心房纵隔缺损啊，还有一些比较特别的瓣膜疾病啊，先天性的。那目前来讲，达文西的这些机器手背呢，它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专门治疗心律不整啊，心律不整。我们常常所碰到的心律不整就是心房颤动。这个心房颤动呢，它所产生的这些合并症，其实是很麻烦的。一旦身体心房颤动之后呢，那个左心房里面就很容易堆积血块。这血块呢，很容易顺着心脏的血流的方向，就漂流到脑部，漂流到肝脏、肾脏、肠子，甚至到4肢的动脉。这些血块呢，只要一旦打出去，打到脑里面，就可能造成中风；打到肝脏，就造成肝脏衰竭；打到肾脏，肾脏就衰竭，变成要洗肾；打到肠子，那肠子就更麻烦了，肠子就可能一大段就坏死。坏死之后呢，因为发现的比较晚，就变成腹膜炎、败血性休克。所以治疗这种心房颤动合并的这个全身性的血栓啊，在我们医疗来讲这是非常重要，而且刻不容缓。这肿瘤它的直径有8公分大啊，将近一个棒球的大小。但是呢，它全身的伤口呢，只有刚刚所说的直径1.15公分。那伤口小啊，这更说明它的恢复很快。所以在开完心脏手术后，他隔天就下床活动。你就赶快到台湾来哦，我们这边有非常坚强的医疗团队，帮你做从头到尾、从里到外、完完全全非常详尽的照顾。
希望大家及早认识预防医学，早日做好养生保健。赶快订阅我们的频道，开启小铃铛，这样就不会错过所有重要的日常健康生活保健常识哦。